你们看我身后这个大树，这个就是我头前跟大家说的，我们家找邻居花了150欧元砍下来树。这个树呢是在建房子时候原房主种下的树，然后一点点长了这么大。有人说150块钱真贵，也有人说150欧元真少。其实我觉得这些完全取决于你的思想，因为这个树呢是找邻居砍的，如果是找公司呢400-500差不多，如果是找个人呢，就像我家这样的，也差不多100多200这样。我们对这个价格还是觉得可以接受的，所以就花了150欧元把这个树就是砍了一下，然后150欧元没了。你们看看这个树多粗，是不是很粗？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树，但是这种是硬木的，也是可以烧火那种，像我们买的木头那种。因为对这方面我也没有什么研究，所以也不太知道。但是据说啊，这个也可以是做成家具。我们把这个树砍下来以后，这半部分就是大根儿的地方，是朵爸呢想给孩子做一个树屋，然后分叉的部分呢，他想用于烧壁炉。所以这个到时候再说吧，因为这个太粗了，一般的那种锯它是整不了的。朵爸因为试过，你们看到这个印子就是朵爸拉的，就他拉就这么一点点地方，就费了1个多小时，据说说给他累得够呛，也没拉断。所以呢他就问他们同事，因为他们同事有一个老头也挺友善的，他家房子所在的整个院子大概是1000平，然后他家呢还有一片森林，以前是种树，因为说是闹虫子，然后就把树全都砍了，变成果树了。但是现在木头一贵了，他就有点后悔了，但没有办法嘛，因为谁也不能预知是什么形式。大家看前面这个对面，这家房子上面就要找人做太阳能，看这么多的板块，就应该是太阳能发电。像他家这一套发电，我们也问过，在我们安锅炉以前问过，这一套大概是2万多3万欧元左右。我没有计算，大概是20来年还10多年，具体啊，因为时间比较长，我也忘了，反正是才能回本。那我干嘛要安那个，也不划算呢。当很多朋友问我，德国没有太阳能吗？你家为啥不安太阳能啊？其实问这些问题人怎么说呢，你应该去看一下新闻，然后再去问。你不是说很多事情你去张嘴就去说。而且太阳能这个东西，我在整锅炉那期视频当中也已经跟大家说过了，因为我们家觉得不合适，所以暂时就先不考虑了。有的时候有人问我，都10月份了，你们家怎么还穿短袖啊？是怎么说，当我们出门的时候在商场里，那确实很热嘛，那把外套脱了自然就是短袖了。而且你们现在看啊，看我姑娘穿着线衣线裤就在外面，因为真的不冷。德国的冬天呢，其实跟东北差不多，但是没有东北冷，因为我的家和朵爸家就是东北的，我们都是东北人，纯的东北人，所以感受过那种冷。尤其我们家是比他家更北一点，那更冷，可能冬天在30多度都属于正常的。但是在德国来说，一般的冬天到10几20来度，这个是一般的冬天都是这样。但是在前年的时候就是稍微冷了一些，20多度，然后那个雪是很厚的，看外面小朋友都拿着雪橇直接在那遛弯儿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冬天还可以。像我们东北人啊，觉得这个冬天真的挺暖和了。因为我没在南方过过冬，所以我没法去给大家评论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。但是我也是听一些南方人说，在南方过冬，它没有暖气嘛，它是潮湿干冷，反正就是不是特别好受吧。一般他们都会点空调去取暖。晚点呢，这个老头会过来帮我们把这棵树砍掉，因为人家有专业的工具。他还特意嘱咐朵爸说，你千万不要动啊，这个东西很危险呐，
因为你要用锯，你不懂这个东西，你要去砍它，很容易把你的手会砍断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你不要动，你等着我去给你弄，就是特别特别友好。有人问我德国人反不反华，其实这得分，也是分人，就跟在中国也好，是在美国也好，都是有些人他是不喜欢外国人，但是有些人会很喜欢外国人。那有些人对外国人呢就觉得很平常，所以他们也是分人去交，看你这个人好不好，他去交往你。介于德国，他们无论是成年人也好，还是儿童也好，他们对于自己的隐私方面是比较注意的。那我既然咱们在德国嘛，就要注重人家的文化，注重人家隐私，所以到时候呢，我可能不会拍人正脸，到时候就给大家看一下，那专业的人员是拿什么样的机器去嘎这种木头。速度太快了。人家这个可是专业的工具啊！看了我家树以后，我说你家这个也不大呀，因为人家森林那个树是从底到贼顶那种松树，就是特别高的那种松树，人家就说它不大呀。然后嗖，你们该看到了吧？这2下就给你嘎下来了。他穿这个衣服还跟我们说，尤其这个裤子里面是那种棉的特殊材质，防止它这个锯有那种锯条，然后锯条如果要是崩的话，它容易崩到腿，他说就要断掉的。所以他穿这个呢，如果崩到腿上了，这个锯条马上就会停止，也整个机器也就会停止。所以是为了一个安全起见，然后他脑袋又戴了一个大头盔，好专业，真的是专业的。这么一会儿嘎了这么多，看我们家树里面嘎完以后是这样的，怎么会有这种纹路呢？这块也是，不是所有的块都有。哎，你看那块没有，这块就没有。妈妈，给。原来德国人也喜欢喝奶茶呀，这个我还真是头一次知道。我知道德国有奶茶店，像中国那种直接做完以后去卖，我们拿这个现冲的给人家喝，人家也是第一次尝试，问我们像不像美国的那种 Schwarztee， 就是红茶，虽然它翻译过来是黑茶意思，但是它是红茶。然后我们说不一样，有一点甜，然后喝完以后非常好喝，还给我竖大拇指，非常好喝。因为毕竟冲着人家，我没法去拍这个东西给大家看，但是人家非常喜欢，还一劲跟我说哎，太好喝了，太好喝了。对于我家这个木头来说，问人家这是属于榉木的什么品种，人说不知道，专业人士都不知道。他说你家这个木头太硬了，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么硬的。他说他也不知道。看我身后这一块，大概用了1个多小时，嗖全给拉没了。人家这专业工具就是不一样啊，剩那个一大坨，最后那个树根的地方太粗了，它那个锯也就是胳膊这么长，没有那么大。然后这个就不能再拉了，拉这些木头可以去烧火，像这些我估计1立方，因为我对数字和立方没有太大概念，我估计这些能有1立方。如果烧壁炉的话，也够烧1年的了。朵爸同事走了，嘎这些木头，他把这个树能嘎的枝他都给嘎了，然后说像这种太大的这种太宽的，他得管别人借据，到时候再来给嘎。真是太热心了。一会儿我和朵爸要把这些木头搬到仓库里。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时期，真的有偷木头的了。你们看这根突然间长起来，这个人家说也是这种木头，
也是榉的一种，所以我们就要趁这棵树小树苗还没有长大的时候，给它消灭在萌芽里，不让它长了，因为它挨这个车库特别危险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让大家看了一下人家专业德国人是如何干活的，真是跟我们一点也不一样啊！我们是磨磨唧唧就嘎一小条，用了1个多点，人家2个小时，歘一棵树完事儿。那好了，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